原来日本真的存在这种河豚全席。今天这家店非常的忙，直接把别人全家都端上了桌。这是他父亲，这是他姐姐，然后这是我。哇，其实真的要说日本料理的话，河豚跟寿司真的是我最喜欢的。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这家店还是看羽生结弦的采访的时候看到，看服务员衣服就知道这家店很老，里面好像是和服，外面套了一个白色围裙。第一个前菜还是按照传统是河豚鱼皮，就是这个分量实在是太足了，挤上一点青柠檬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。碗的下面全是臭橙醋，夏天来一碗感觉比喝冰可乐还爽。然后第二个前菜是4个很可爱的小碟菜，这个是泡菜乌贼刺身。哇，它里面加的是明太子呀，这个好吃哎。然后这个是河豚鱼冻，里面是鱼皮和一些煮熟的鱼肉，它还加了一些很爽口的醋，这个你们可能猜不到是什么，它是芥末大肠，它因为要压住那个骚味，所以加了很多的芥末，吃起来特别顶天灵盖的那个顶。然后介于接下来会有烤河豚，身上可能会留很多味道。作为下一个菜就是河豚刺身，注意这个是1人份，不愧是老字号，哎，轻轻的取上一片，放一根小葱，蘸一点红叶，再放一根这么粗的鱼皮，甚至你还可以放一块河豚肉，这个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吃法。卷起来之后再蘸一点点臭橙醋，软糯和 Q 弹的双重口感，感觉特别奢侈。接下来是一盘蒜香炸河豚，它还真的放了几个炸蒜在那儿，这是胸口的那一块，肉特别油但没什么皮，口感是外脆里嫩，不过油炸的话还是皮比较香。这真的就是鱼皮薯片了。吃完这个之后就把炉端上来了。これ全部フグですか？全部フグになります。皮になってます。こちら骨なしになります。一只河豚身上真的会有这么多肉吗？我终于河豚自由了呀，姐妹们！先来一片没有骨头的，这个只能烤很短的时间，基本上第二面翻过来烤一下就可以了。你们看它卷起来的那个样子，现杀河豚就会有这样的效果。它上面是撒了一点调味辣椒粉，但它完全盖不住河豚肉的鲜味儿。里面是纯嫩的，带骨的这种会烤得久一点，反正就是从粉色烤成白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这种带骨的肉更嫩，而且一点点孜然会把河豚鱼骨的那个香味衬托得更明显，啃起来特别爽。然后在你吃完之前还会给你上一碗粥，也是河豚鸡蛋粥，里面还有肉眼可见的河豚肉，再就这一块烤的河豚肉吃，就我对河豚的所有幻想都被满足了。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吃河豚可以吃撑。又到了最后高档餐厅的甜品，哎，水果拼盘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亚。你们说为什么人那么喜欢吃异域料理啊？今天我们来猎奇新的异域料理，西西里料理。只能说这家店真的太神奇了，我真的有点好奇哈，西西里的人民吃到龙虾小炒肉之后会是什么感觉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到了吃意大利菜的日子。今天这家店虽然是日本新进的100家名店之一，但我觉得实属有点偏门了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的第一个前菜是这个鸡肝啫喱面包片，奇葩指数3颗星，怎么还评上级了？旁边那个是橘子味的果冻，说是用来抵消牛肝的腥味，但是并没有用，这个菜依然狂腥。就是把这个肝弄到这个干的面包片上面，然后这样。可能喜欢干味道的朋友会很喜欢这个菜，像是猪肝、牛肝之类的，但我觉得不要这个啫喱可能会更好吃。下个菜就是今天的极品了，奇葩指数5颗星，焦糖烤茄子，而且它还是凉的，但也不能说它不好吃，它就是两个味道结合的并不那么融洽吧。烤茄子是苦的，焦糖是甜的，像极了我的人生。还好下一个菜是比较好吃的，它叫陈皮鲷鱼刺身。原来西西里人民也吃生的呀，上面还铺了一些橘子跟坚果，不愧是地中海气候，整个鱼肉变得甜甜的。还可以，就是那种夏威夷甜甜的海边。不过它也有一个奇葩的地方，就是它下面铺的那层菜真的狂苦，师傅说拌着一块吃会更好，我就不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的人气特色菜，超浓虾头烩饭，就是虾的味道扑面而来。然而它只是一盘饭，师傅说这个是用虾头熬了很久的汤调制成的，还有一点小番茄的味道，奇葩指数2颗星，有点像小时候吃的那个酱油饭。就是很多只虾同时炖出来的那个汤的味道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番茄牛肚，用的是牛的第3个胃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第3个胃比较厚吧，这个看起来确实比较爽。这个它也是要用这个蘸着吃的，就是浓浓的番茄牛腩味，但是它已经把这个牛味煮得很烂了，吃起来不费力，很过瘾。你看还不是有很正常的菜，配上面包片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要把汤汁跟那些细小的肉末都加在一块儿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名物之一，土豆炖章鱼，它用的是章鱼脚的根部，特别粗一坨，然后还很有韧劲，上面那层汤汁是鲷鱼煮的浓汤淋上去的。这个才是我今天最期待的，它吃起来还有一种鲷鱼的清香，跟那个土豆的绵密感特别配。然后下一个是紫羊排，又是我最喜欢的紫羊肉。紫羊其实就是未满12个月的小羊，非常的残忍，但它的肉质非常的甜嫩，一点不柴，还很奶。这盘菜在肉的下面铺了一层甜甜的豆子，我发现那个微微的甜味更能衬托出紫羊的香味，这一口肉实在是太大了。但也只有羊肉才能让人这么满足了，你还可以在上面加一点孜然，也是很爽的。因为它这个肉本来就是烤了2个小时烤出来的，就是变身新疆烤羊肉。最后一盘肉是一盘苹果牛肉，这个肉几乎是全生的，硬生生的在这边放了一坨苹果。奇葩指数3颗星，还好最后一盘面非常的正常，它是蟹松沙丁鱼意面，然后我选的是最粗的那种，因为这样嗦起来最带感，里面的鱼松跟肉松是咸甜口味的，算是今天一个不错的收尾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
推荐指数，卡哇燕。今天发现这家寿司店满足感特别高，这一顿寿司就吃了20种海鲜，所以夏天不吃寿司吃什么？吃寿司跟吃河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今天这家店又是在京都找到的家100年老店，不是吹的那种啊，他们家是真的开了125年。不过就是这种店很难进去，就到了京都你会发现，你的钱根本没有任何的卵用，这种餐厅你不提前1周预约根本进不去。哦哟，我看你有好歪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啊。这个就是一碗放寿司的盘子，这位是大将的女儿，旁边那位就是他儿子。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个事儿，为什么寿司师傅没有女性啊？而且大将为什么都没有头发？他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有的吧？你看他儿子都有。哎，好了，我废话太多了。第一个就是一个很贵的寿司，比目鱼寿司，它肉质白嫩，脂肪很少，1.7%的脂肪率，所以才是第一个上的寿司。紫苏呀。第二个就是鲷鱼了，它上面切了很多刀，是要锁住酱油，所以这种店一般是不用碟子蘸酱油的，因为师傅会帮你全部调好。刚才这个还有点梅子酱，是酸甜口味的，然后是赤身，特别大一片，而下面的米饭只有一点点。师傅说寿司里的米就是为了衬托肉的鲜美而存在的。然后这个是今天的王牌之一，金棘鱼，是一种非常非常昂贵的深海鱼，它就是肉厚脂肪多，而且那个肉还很有嚼头，像一块脂肪口香糖，太有嚼劲了。接下来是竹荚鱼，日文读作阿吉，也是我的日文名。这个鱼一般是用来烧烤或者做鱼油罐头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鱼，所以现在相当于是我吃我自己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才给力，龙虾尾寿司，它是把龙虾尾对叠过来，中间夹了一小块米饭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您出门左转吧。哇，虾肉好多啊！对了，这家店还是搜路上面的朋友推荐给我的。爱个寿司，鱼子寿司是我最讨厌的寿司之一，齁咸，可能是我吃不来吧。接下来又是很厉害的一种金棘鱼，头黑金棘鱼，就这个鱼更贵，应该算是寿司鱼类里面最好的一种。普通寿司店一般是没这个鱼的。上面那个是金棘鱼的肝，然后加了几根小嫩葱，这就是一个艺术品。金棘鱼的肝是茶味儿，肉质就是深海鱼独特的香嫩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章鱼肉，又是一个锻炼咬肌的东西，跳过吧。哎，鲍鱼我就很喜欢了，脆嫩脆嫩的口感，这个我可以吃10个。上面涂了一点酱油和柚子醋，特别的爽口。然后是盐海胆，就是吃进去的时候还有那个盐的颗粒感，加了盐会显得海胆更甜，好吃。然后是翅背寿司，这口感特别丰富啊，就上面是脆的，下面是软嫩的。师傅在上面涂了一层甜甜的照烧酱，然后这个是毛蟹的肉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就是太小一口了。接下来是鳗鱼卷，它是把鳗鱼翻过来之后卷了一层米在里面，真的是一大片的鳗鱼，鳗鱼的腥味特别重，就很香。紧接着就是鳗鱼鸡蛋烧，它是把鳗鱼切碎之后加在鸡蛋里面，这个厚蛋烧特别的 Q 弹。吃完这个就是最后的重磅炸弹，金枪鱼的窝头咯，3个字形容，全是油，特别的过瘾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无敌卡哇燕。自从上次吃了那家法餐的鹅肝饭之后，现在整个人非常混沌，感觉1周不吃鹅肝那个血压就上不去非常的不合适，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好吃的店，又到了吃鹅肝饭的日子。今天我们也是来居酒屋，就是这家藏在日本地下富人区的店了。6です。さっき電話しました。这家店就是人太多了。那6はどうですか？じゃあ1つだけでいい。他のおすすめは？其实这种店在日本都算是比较高级的居酒屋了，就是各种奇怪的日本酒它都有。我们的小菜是一杯玉米布丁，它是一种又甜又咸的布丁味。还好第二道菜就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道菜，鸡汤炖牛舌，它这个也是煮到你一咬就能下来，在嘴巴里一顶就能摊开的那种程度，这真的好大。再搭配着上面那一坨山葵酱。牛舌里面吸的鸡汤几乎在往外喷，感觉自己分泌了一吨多巴胺，太爱了。下道菜是油豆腐包火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看到豆腐我就有一种生理反应。接一口吧。但其实这个味道还挺好，就是有点难描述，很复杂。我觉得厨师应该是把火腿揉到了午餐肉里面，才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口感是午餐肉，但是味道却是火腿，然后豆腐也会中和火腿的那个咸味儿，好吃哎。然后这个面也是我今天很喜欢的一个菜。妈呀，我发现我真的好花心，它是番茄香肠面，它那个酱里面还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就非常的夏威夷。然后上了一份海胆烧麦，就是肉烧麦上面配了一个海胆，为了不让我的门牙碰掉那个海胆，我努力把嘴巴张到了最大，不过还算好吃。接着是黑松露寿喜烧盖饭，就一小碗，而且上面就一片肉，戳破蛋黄，那个黑松露的味道就跟坚果的味道差不多，用裹满了蛋黄的牛肉卷一片黑松露，是东京墨尔本的味道了。接下来还是牛肉，低温烤制的和牛，是烹饪和牛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吃鹅肝饭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跟法式的鹅肝饭差别真的很大，上面是微甜的照烧酱，这个酱跟鹅肝里面的油水特别配，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的点心之笔是下面的白米饭，我第一次觉得米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，原来鹅肝也可以这么家常。实名推荐这个饭，吃完之后来了一份海鲜3拼饭，里面的鱼子酱跟海胆特别好吃，不过也就一小口。然后最后一道硬菜是卤猪排，带筋的那种，这个菜怎么不早点上啊？它菜单上面写的是软骨，但骨头可能已经被高压锅压坏了，真的是稀溜趴。最后的甜品是巧克力熔岩蛋糕，上面也铺了一层黑松露，这才是真正的熔岩蛋糕，非常满足的一天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卡哇燕。